安国轩以你的名义在瑞士银行开了账户，他转移的所有资产都在这个账户里。只要你能找到账户密码，就能东山再起。悠悠姐，我通过高珊珊之前发邮箱的 IP 地址定位到了这里，高珊珊很可能藏在这儿。那我们分头行动，我去2楼，你们2个去3楼。嗯，好。高珊珊，别跑！悠悠姐，不要！没事吧，悠悠姐？别管我，快救高珊珊，快去！好，慢点儿。静静，是我。别怕，是我，珊珊。珊珊。珊珊。静静，你要是不信任我，觉得我会伤害你的话，你可以报警，我不会跑的。反正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牢笼。你走吧。我不走，我哪儿也不去。没有你在我身边的日子，我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这段时间，我终于明白了，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你的额头流血了，我给你擦药吧。疼吗？你还是和以前一样。珊珊，我们回不去了，就像我这双腿一样，永远站不起来了。我承认，我恨安国轩。我父亲因为被他陷害惨死在了监狱里，我不想像他一样，一辈子被安国轩踩在脚底。你别说了。我要说，我要把心中所有的真实想法都告诉你。我那个时候为了上位，曾经利用过你，为了跟你在一起，不择手段。
可是你忘了吗？在我父亲没有出事之前，我曾经真心追求过你。那时候的你，完整无瑕，高贵如纱，我只能仰望你。如果安国轩没有做那些事，即便我知道自己配不上你，我也会拼尽全力，让自己有一天能够得到你的关注和青睐。后来，我得到了你，我暗自发誓，你的腿因为我而伤，我这辈子绝不会背弃你，我会一生一世对你好。这些年来，我也从来没有背弃过自己的誓言。静静，你告诉我，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朝夕相处了那么多年，你就真的愿意放下这段感情吗？那我们就把这段感情延续下去。宁海有太多人和事阻碍着我们，我们离开这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把这些都丢掉，好不好？静静，你听我说，你爸爸用我的名字在瑞士银行存了一笔钱，你把密码告诉我，我们用这笔钱重新开始，好不好？我爸经常用我的生日倒过来做密码。我爸经常用我的生日倒过来做密码。密码到手了，高珊珊已经没用了，你知道该怎么做了。悠悠姐，你脚伤怎么样了？要不我们还是去医院吧。是啊，东哥要是知道你脚受伤了，估计得心疼坏了。我没事的，跟他为我做的比起来，我这点伤又算得了什么呢？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找到高珊珊。这小子狡猾得很，这次跑了，估计很难抓住了。不过以小破的技术，应该很快就能把他挖出来。我发现他的时候，他原本就打算离开，好像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你们说，对现在的高珊珊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呢？高珊珊肯定是想办法出国，把钱取走，东山再起。安国轩只是借用高珊珊的名义开户，高珊珊未必知道密码。那最有可能知道密码的人只有安静静。安静静给我发消息了，果然不出所料，高珊珊就在安家别墅。高珊珊呢？已经跑了。那密码呢？喂，你说什么？找我？
姐姐，不要哭，为我这样的人不值得。你这辈子没遇到我就好。快准备抢救！啊，好。或许我真的很傻，直到现在，我还相信高珊珊是爱过我的。珊珊一直在骗我，但我也骗了她一次，告诉她银行账户密码是我生日。我和珊珊算是两不相欠了。这是真正的密码，这个密码是我爸成为星耀董事长那一天的日期。安国轩这一生最风光的时刻，却是靠陷害别人得来的。可悲。所以，我不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你带着他去救启东吧。玫瑰，悠悠姐，不凡刚才打电话来说，找到的数目资金吻合，算是重大立功表现。再加上祁东主动认罪和积极配合调查，律师有信心打好这场官司，帮祁东减刑。我也有信心。悠悠姐，你从苏黎世回来就涂涂画画的，在画什么呀？我在瑞士银行遇到了那个玫瑰纹身的女人，银行经理和我说，她在我前面取过钱，不过密码不对，
可是他怎么知道安国轩的海外账户和密码？我还以为除了我们之外，只有高珊珊知道呢。难不成藏在高珊珊背后那个人就是玫瑰？很有可能。之前我和祁东也分析过，当年我爸遭到陷害，身边一定有一个亲信的人和安国轩里应外合。现在想来，应该是因爱生恨，想要报复我爸的玫瑰女人。我拿图纸去打听当年的纹身师，就不信挖不出来。说不清的话，看不清的事，躲不掉。爱意多喧闹，幸福多转角，找不到。太多复杂都。我们可是拉钩盖章的，你教会我弹这首曲子，100年不许变。或许是种解脱。坚持这份爱，但更多的是受不了。我又何必去反复的彼此打扰？时间冷却，好像在附和。或许你我都放不开拥抱，都想为爱停留。多荒唐，太多难料，悄然的动心毫无解药。谁的付出甘愿忘掉，落的泪无处可逃。多不安，再多不甘，喜欢吗？谁最后选择把手松掉？这些照片都是从哪里弄来的？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秘密，我很喜欢。你守护了我这么久，我为你做这些，算不了什么。
好神奇啊！神奇什么？小的时候，那个又黑又瘦的小男孩，现在居然长成这样了，害得我呀都没有把你们联系起来过。怎么，不满意啊？相当满意。被这样一个男人守护了15年，是多少女孩子梦寐以求的事情啊！所以，以后就换我来守护你吧。一言为定。那，let go。Now I wanna see you slow when time is enough slow, walking beautiful past brilliant flowers grow. Now I wanna see you slow, then the answer is sure that I will be the only one to you. Every day be with me, oh baby. Every night hold me closer, baby. I'm not forgettable love that you give me. Now I wanna see you slow when time is enough slow, walking beautiful past willing flowers grow. No, I wanna see you slow, and the answer is sure that I will be the only one to you. No, I wanna see you slow, and the answer is sure that I will be the only one to you. 你是怎么发现的？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凡事都要跟我争个输赢呗？要怪就怪你自己，这套路啊早过时了。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得找一个新的套路，能让你心甘情愿的服输了，是不是？哎，闹糊了。重要吗？当然重要啦，着火了怎么办？
这是什么？不管你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说的。照片上的人，就是我爸口中的玫瑰，也是高珊珊背后的神秘人。当年还和安国轩合谋陷害了我爸。说来也可笑，其实当年我明明见过那个女人的，可是我什么都没能做。如果我能早一点发现，是不是我就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我妈妈也就不会死了。我小时候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我完全能理解你。但是我们不能拘泥于过去，这样只会伤害我们自己而已。其实，当年所有人都说是我爸爸害死了我妈妈，可是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他们的鬼话。15年了，我一直坚信我爸是无辜的，也是凭着这口气，才斗倒了安国轩。我以为我终于可以证明我是对的，可我没想到，错的最多的就是我。我爸他根本不无辜，他就是害死我妈的罪魁祸首。而我所坚持的这一切，才是最大的笑话。那天，我得知真相之后，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这么多年，我拼尽全力活下来，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小的时候你孤身一人，你肯定得抓住眼前唯一的希望，才能活下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你现在有我了。现在当然不一样了，因为你的出现，我的人生就有了新的意义。不管接下来你要做什么，我都会陪着你的。玫瑰害死了妈妈，我一定要找到她，也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完成。宁海广场承载了我妈妈太多的心血，可她活着的时候，却没能将它变成现实。我一定要完成她的心愿，把宁海广场建成。好。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完成。宁海广场承载了我妈妈太多的心血，可她活着的时候，却没能将它变成现实。我一定要完成她的心愿，把宁海广场建成。相爱总是很好，偶尔幸运闪耀，浪漫还在环绕，是一切美好幸福信号。不快乐，一瞬间全。宁海广场的重建不仅可以完善城市功能，还能给城市注入新的活力。请看大屏幕。当我发现变成了 someone like you， 我最爱的为你所有，就算时间重来，只要你在就安心。Someone like you，
说我就是 someone like you， 交换永恒把你左右，爱没有从前，幸福蔓延到永远。妈妈，我一定会让宁海广场成为宁海的骄傲。项目重启比我预想的还要顺利，现在就只剩下一件事情了。别着急啊，这段时间啊，蒲凡和小破也都没有闲着，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去打探这个紫玫瑰纹身究竟出自于哪个纹身师之手，我想很快就会有答案的。喂，悠悠姐，我找到纹身师了，马上把他带过去。好。哎，这个玫瑰是我当年最得意的作品啦。我记得纹身那个也是个女人，好像就叫玫瑰啊。那玫瑰是真名还是艺名？来喽，我又不是警察，我问那么多吗？客人给我钱我就做了。那您还记得她的模样吗？不记得啦。你再好好想想呢。我每天很贵的啦，每个小时。其实我这个人对我的客人都是过目不忘的。当年这个女人好像跟我说过，她有个男朋友叫尤震，是星耀集团的老总，好像后来出事了。新闻上说他贪污害人，如果你们能找到他，他应该是最清楚的。以后如果你们需要纹身，找我啊。他有一句话倒是提醒我了，当年的事应该找当年的人打听才对。阮姨，激动出来这么大的喜事啊，我们一直没时间聚，今天呢，咱们终于有时间庆祝了。来，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就是根据悠悠的口味做的，你别嫌弃啊，多吃点，别客气。谢谢。来，小心烫啊。干嘛？这段时间光顾着忙宁海广场项目的事情了，都没顾得上来看你。这样吧，我先自罚一杯。哎呀，好了好了。不过据我所知呢，虽然安国轩之前的款项已被追回，但是星耀集团负债累累，已经面临着破产边缘。2次融资会之后的暴雷，更是让很多的投资方纷纷撤资，不再相信星耀集团的承建能力。这个项目的缺口真是不小啊。这个呢，是我根据宁海广场的现有情况做出的设计方案，也结合了当下投资方最喜欢的商业元素，说不定能拉来一些资金，缓解一下你们的燃眉之急。我希望能帮到你们。让干妈费心了，不过不用了，怪我没来得及告诉你，项目缺口已经补上了。让他起死回生一定很辛苦吧？其实啊，出力最多的是祁东，是他一趟一趟跑住建局，让领导们重新信任了星耀的承建能力。星耀也在住建局的帮助下，协调说服了多方投资人增资扩股，这才把项目缺口给彻底补上了。其实宁海广场本来就是政府的重点项目，我呢顺水推舟而已。最重要的是，悠悠拿出来的设计方案是根据齐阿姨的设计图纸进行了改良以及优化，获得了一致的好评，这才是项目能够重启的关键。齐兰的设计理念啊，确实很超前，就算放到现在也是耳目一新。你们2个就不要互相吹捧啦，都有功劳。悠悠啊，
以后遇到事情第一时间告诉干妈，听到了吗？谢谢干妈。启东，你也算是我半个女婿了。之前我确实是阻挠过你和悠悠，但是后来你对悠悠的好，我也看在眼里，所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以后啊，咱们一家人，一条心，我们一起去保护悠悠。一定。干妈，你和祁东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人，谢谢。傻孩子啊，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厢话。快吃，都凉了。来，来。刚才听到的话，给我烂在肚子里，半个字儿都。这汤真鲜。对了，干妈，我还有件事情。悠悠，原来阮姨和你爸妈是大学同学啊，怎么没有听你说过呢？你才知道啊？我还以为阮姨和你妈妈是闺蜜，你爸爸才是插足的第三者呢。别乱说。不好意思。其实祁东猜的也没错，我和他妈妈确实是高中闺蜜。我们2个最后上了同一所大学，选了同一个专业，还住在同一个寝室，关系啊，当然是比别人更亲密了。也是那个时候，我们认识了你爸爸尤震。大学时，我们3人几乎算得上是形影不离。毕业后，祁兰和尤震结了婚，我还担心他们有了自己的小家，就没有了我的位置。是我想多了，即使结了婚，我依然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悠悠出生前，我已经预定好了干妈的身份。你出生之后，第一个抱你的不是你爸爸，是我。干妈，幸好还有你。傻孩子，说什么呢？啊，对了，你刚才问我什么呀？啊，我想问你这个鸡汤的配方，我想等学会了以后给祁东做。这还不简单，下次早点来找干妈，干妈教你。好。刚刚为什么不让我问干妈关于玫瑰的事情？因为我怀疑她就是玫瑰。不可能！为什么？虽然当年我在安国轩那儿只看到了她和高浅，但是我还发现了一枚女士的胸针，和她在照片里戴的是一模一样。这枚胸针的款式很常见啊，又不是独家定制的，或许只是巧合呢。
况且你刚刚故意碰掉筷子，是为了看干妈脚踝上的纹身吧？可她没有纹身，对不对？但是我们也曾经分析过，以你爸爸的谨慎风格，除非是亲信出卖，安国轩是没有办法将所有的罪责推到他一个人身上的。而且最近玫瑰再次现身，能在安国轩眼皮子底下掌控高珊珊，指使他纵火烧资料，并且还能提前一步到达瑞士银行，这一切的一切都围绕在你一个人身上，你不觉得巧合太多了吗？可是我们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啊。这些我会调查清楚，我也很希望与阮姨无关。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不凡，想办法把尤尤的检举信弄到手，和这封信上的字迹做一份对比。东哥，那封检举信不是阮碧交给尤尤的吗？难道你在怀疑？放心吧，东哥，我立刻找最专业的团队加急鉴定，48小时之内给你结果。东哥，检举信和情书的字迹比对结果出来了，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如果他足够谨慎，这10多年的时间，也足以将所有的痕迹掩盖了。有可能是搞错了吧？没错，阮碧就是玫瑰。不凡，你先出去吧。所以你查到证据了？嗯。那天我回到公寓，想到你说的话，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我妈妈的墓地，我想找她说说话。你好，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昨晚台风暴雨，墓地冲垮了，我们正在维修呢。那张 B 超单上的时间和信中所说的怀孕时间完全吻合。我还一直以为那块墓碑是阮碧为我而立的，却没想到
是为了祭奠他未出世的孩子，而且也取名为悠悠。还有那枚胸针，他也一并埋葬了，想必是恨极了我爸妈。我给了管理员一笔钱，让他处理好了。所以这2天，你一直一个人独自消化这些情绪啊？阮碧他明明害了我爸妈，却对我那么的好。这些年，我真的当他是我唯一的依靠。可我到现在才明白，他一直都在利用我。还有5年前，你让我假死金蝉脱壳，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已经在利用你我，坐收渔利了。启东，是你唤醒了我，让我认清了现实。所以，无论他阮碧是真心还是假意，都不重要了。他害了我妈，又和安国轩合谋陷害我爸，还杀死了高珊珊，这些都是事实。他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不过，他隐藏得太深了，之前的犯罪证据根本无从搜寻，所以我必须要逼他主动出击，暴露破绽。看来，你心里早就已经有计划了。怎么约我到这里啦？怎么了？干妈，我爸妈当年有没有跟你提过一个名字？玫瑰。听过，前几年去看过你爸，他嘴里一直喊着玫瑰。怎么了？玫瑰是我爸的出轨对象。你怎么这么确定啊？我爸藏了15年的玫瑰种子，里面有他和那个女人的信。不可能，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尤正和齐兰他们俩的感情我能不了解吗？他们俩彼此深爱着对方，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的。如果不是亲眼见到那些信，我也不愿意相信这些是真的。干妈，我妈真的什么都没有跟你讲过？其实你妈妈呀，她是一个看似柔弱，但是最不喜欢示弱的人。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那她也一定会藏在心里的。上一代有上一代的事，你也不要想太多了。现在妈妈去世了，爸爸又是这么个情况，你也无从查证啊，就让它过去吧。过不去的。那个玫瑰到现在都没有收手，他不仅操控了高珊珊，还想要拿走能救祁东的那笔钱。其实我见过他2次，一次是在瑞士银行，另外一次就在这里。不过当年我不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后来我在他和我爸的信里发现，那天他告诉我爸，她怀孕了。不过那个女人终究是输了，我爸他选择了家庭，选择了我，所以即便她怀孕了又能怎样，一样抓不住我爸的心。那个本该是我妹妹的女孩，没能来到这个世上，我想我本该难过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为她感到无比的幸运。
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伤害别人家庭的第三者，还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即便他被生下来，被这样的母亲抚养长大，也一样不会幸福的。干妈，你之前说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找你，所以你一定要帮我把他挖出来。放心，干妈一定会全力以赴。谢谢你，干妈。不过眼下宁海广场重启在即，那是我爸妈共同的心血，所以我一定要让这个小三看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想要的永远都得不到。正式动工。首先，有请宁海广场项目总设计师齐可可小姐上台讲话。15年前，有一个女人曾在这里对她的女儿许下一个诺言，会把这里建设成一个会发光、会唱歌的超级八音盒，让这里成为所有宁海小朋友的童年回忆。这个女人就是宁海广场项目的前任总设计师齐兰，而我就是她的女儿游游。如今，宁海广场的设计方案就是在我母亲设计初稿的基础上完成的。当然，我也会拼尽全力兑现她当年的诺言。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让友友身败名裂，毁掉宁海广场项目。好的。要把场子来看好。近期备受瞩目的宁海广场项目重启动工建设，然而项目开工没有多久就出现了坍塌事故，致使多名工作人员受伤。根据了解，现任总设计师齐格格的真实身份正是前已故总设计师齐兰之女，而此次的设计呢，齐格格也是基于齐兰的设计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造。请大家冷静，赔偿，赔偿！大家稍安勿躁。赔偿！15年前，宁海广场发生意外坍塌，时至今日悲剧再现。你认为建筑图纸在事故中是否应该承担重要责任？大家好，我是宁海广场现任总设计师游游。对于本次事故，请允许我向大家澄清一下。宁海广场的建筑图纸早就经由专业的建筑评估机构进行过详细的安全评估，以确保建筑结构的安全性、合规性以及稳定性，是完全符合建筑施工的安全要求的。这都是你们联合起来骗人的把戏！冷静！
各位冷静一下，来，各位听我说一句。现在事故还在调查当中，请各位给我们3天的时间，我保证还给各位一个真相。什么真相？我的儿子就是被你们害的，他的伤你们要怎么赔？赔偿！赔偿！有什么事儿冲我来。干妈，阮总，听闻您跟已故的总设计师齐兰是挚友，您认为齐兰的设计是否有缺陷呢？齐兰的确是我的知己闺蜜，她的死我很痛心，但是我敢用人格担保，她绝对不是你们口中所说的不负责任的设计师。悠悠作为她的女儿，更是青出于蓝，我100%相信她的能力。真正事故的原因，如果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绝不推卸。我在这里代表悠悠向大家承诺，你们每一位受害者都会得到我们最高规格的赔偿和治疗，所以请大家放心。可是据我们所知，在这个事故发生了之后，很多投资人纷纷撤资，那宁海项目其实也面临破产，您从哪里弄到钱来兑现这个所谓的承诺呢？你没有钱怎么赔偿啊？我再次重申，宁海广场的项目不会停工，资金缺口将由碧海集团来填补，我也会带头融资，将项目继续推进。至于你们大家担心和顾虑的设计问题，请大家放心，我会重新拿出一套方案给到你们，请大家相信我，一定不会让你们重蹈覆辙。干妈，一定是那个女人在动手脚，一定是她，除了她，我想不到第2个人了。你先别着急，我们现在先要搞清楚，她在我们工程当中动了什么手脚，才能把她揪出来。这事交给我吧。现在悠悠是最脆弱、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陪着她比什么都重要。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查出来。你们等我信儿。当务之急啊，是要把这个项目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这是你妈妈的心血，不能再毁于一旦了。可如今各方撤资，资金缺口过半，很难再补上了。我刚才说的话，不是在应付记者。我会入股这个项目，并且我会发动我身边所有的资源，帮这个项目找到新的融资。我绝对不会让这个项目重蹈当年的覆辙。干妈，对不起，我又把你牵扯进来了。我怎么总是让你为我操心？你说什么呢？你是我的女儿，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好点了吗？好多了。就是想到阮碧那副假惺惺关心我的嘴脸，我觉得恶心。放心吧，这出戏他唱不了多久了。他今天提出入股宁海广场项目，不就是想趁火打劫，借着这次塌方事故，成为项目最大的股东吗？那就如他所愿，先让他入局。他在你的刺激之下，已经露出了马脚，气急之下制造的塌方事故，漏洞百出。不凡目前正在24小时监控他，我相信不用多久，就能找到动手脚之人。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一定很快能查到他犯罪的证据。最后，我们再将他踢出局。等到阮碧落网之后，这笔资金也会继续留在项目之中，也算是借他之手，让宁海广场完工了。东哥，查到了，我偷偷安装的监控拍下了整个过程，没想到还是个熟人。谁？
满意吗？满意。不管你有什么办法，毁掉宁海广场项目。好的。你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很满意。在安国轩身边隐藏这么久，他落到这步田地，都不知道你会是我的人。哦，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不让芭比姐直接暴露游游的身份呢？你呀，最大的优点就是简单。那么早暴露游游的身份，我还玩什么？我就喜欢看他们狗咬狗。说吧，接下来做什么？这段时间啊，你去海州避避风头吧。那你呢？坍塌事故只是一个前戏，重头戏呀，还没开演呢。现在这个赵科是一切的突破口，务必找到他。明白。醒了。不凡已经查到赵科的航班信息了，他坐今天的早班机去了海州。他逃不了的，我们现在就出发去海州。不行，我得留在这儿。为什么呀？如果我现在走了，就会打草惊蛇，令阮碧起疑，所以只有我留在这儿，才能让他放松戒备。可是我不想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一直在想，阮碧明明有那么多次机会杀我，却为何一直把我留在他身边呢？我想，因为他恨我，他恨我夺走他女儿的一切，所以他想要一点点毁掉我。机里藏机，变外生变。他只顾着毁掉我了，却不知道你已经绕到他身后，釜底抽薪了。但是我还是不想你冒这个险，失去你的代价，我承受不起。启东，我知道我对你来说很重要，你对我也是一样的。海州之行同样危机重重，可是我相信你能保护好你自己，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够相信我。这艘船是吧？是。走吧。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稍后再拨。瑶瑶，吃饭了吗？快来尝尝自己做的手艺如何？怎么了？味道太重了，我吃不惯。试试干妈给你准备的生蚝。我有个朋友啊，在香港开了蚝吧，每年呢都会给我空运上一箱，新鲜的很。而且吃生蚝啊特别讲究，一个不对就会浪费了。先看看我怎么吃。吃生蚝啊讲究一个字，吞，这样呢才能保证生蚝最大的新鲜度。你也试试。生蚝鲜吧？这是法国的茼蒿，也叫做蚝王。柠檬鸡肺功夫，比起生蚝，可算不得什么。而且这套生蚝是我专门为你做的，里面添加了特别的材料。什么材料？你知道印第安人是如何捕狼的吗？有一个叫做 Wolf Killer 的小东西，不用兵器，也见不到血，把金须用蜡线捆好，外面再裹上一层脂肪球。狼把这个东西吃掉，胃酸会熔断它的蜡线，金须崩开，死撑活挨不了几天，最后啊还是逃不过个死，摇摇晃晃走几步就倒了。我一直在想啊，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用在人身上？但唯一的难题是如何喂人吃到肚子里。印第安人呢是把这个东西塞到动物的尸体当中，放到廊道上，而我呢就想到了蚝，一口吞，不许嚼。干妈，你和我讲这些做什么？瑶瑶，死到临头就没必要再演了吧？你早就知道我是玫瑰了。也许是我的女儿冥冥之中在提醒我。那天我做梦梦到她，我就去了墓地，发现墓地被翻新过。调查了监控之后，翻新那天你去过，还看到了盒子里的东西。Wolf Killer 是我送你的第一道礼物。第二个礼物，我随身会携带屏蔽器。你个小狐狸愿意送上门来，是想引诱我说出当年邮政如何被陷害和齐兰意外身亡的真相，是吧？然后再把他们录下来发给警察。放心，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还有第三个礼物，赵柯呀，就是我故意放出去的诱饵，他只不过是我一个随时可以踹掉的狗，能陪着祁东死，也算是物尽其用了。爆炸的按钮是我按的。
祁东早已死无全尸了。哎呀，我很快就会送你到黄泉，和他相聚了。哎呦，我忘了，我在你的餐具里放了迷药。乖乖睡一觉吧。我们俩是不可能有结果的。我只有一个女儿，那就是游泳。哎，不要乱动啊！任何动作都会加速你的胃肠蠕动，触发你体内的那颗炸弹。也不要哭，眼泪是水，在这里没水，要省着点用。阮碧，你做那么多亏心事，你不怕被人发现吗？我敢说，我在你身体当中用的这个方法，全国都没几个人知道。而且它好就好在干净又隐蔽，经须嘣开刺穿你的肠道，败血症会要了你的命。可是师姐啊，她也只能到这一步了。你是真不怕遭报应啊？我怕什么？是你们先对不起我的。要不是因为你们，我女儿已经15岁了，她本应该享受更美好的人生。是你毁了她的一切，现在你该还回来了。看到了吗？这是撞锁。仓库经常会发生锁住人的意外，而法医呢，也只会给出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而导致败血症致死的结论。这种案例可多了。而我到时候会作证，我会说：“哎呦，我可怜的干女儿，一个被舆论压垮的小可怜，从小就喜欢躲在一个没人的角落里，逃避现实。”而那个时候，你和祁东都死了，而我就会成为宁海广场项目最大的股东，还有唯一的掌控人。他终究会是我的囊中之物的。再见了，我的干女儿。
别动，怎么了？是不是伤口疼？我去给你叫人啊！你别走，别走，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来，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我没事，我就是太开心了，我还以为你死了，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傻瓜，我说过的，这一辈子我都会守护你的，我是不会食言的。对啊，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的？我在和赵克打斗的时候，发现了船上的炸弹，我在最后一个跳船，侥幸逃过了一劫。谁的付出甘愿忘掉，落的泪无处可逃。都说人在垂死之际会回顾一生的片段，就像走马灯一样。那个时候，我脑子里想的全部都是你，然后你就出现了。都结束了，赵克什么都招了，软臂他现在逃离了宁海，但是警方发布了通缉令，后续都交给警方吧。现在啊，你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把身体养好，好好休养。我答应你。我真的走不动了。医生说了，现在这段时间啊，你得多走动走动，这样有助于你的身体恢复。医生说的是散步，这都快赶上拉练了，起码走了得有5公里了吧？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从出门到现在，一共走了1.7公里，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到终点了。我真的走不动了。我有点口渴，谢谢。怎么有点冷啊？当，来，你是哆啦 A 梦吗？怎么什么都有啊？我就是你的专属哆啦 A 梦啊。是吗？不过我更喜欢野比大雄。生气啦？才没。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你。不过齐教练，咱们今天的拉练终点在哪儿？到了你就知道了。走吧。等等我。妈，我带悠悠来看你了。怎么突然想起带我来这儿了？我妈妈生前给我写过一封信，她让我好好生活，但是我一直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我多次让自己还有你陷入危险的处境当中。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些真的值得吗？也就慢慢明白了，我母亲所说的“好好生活”这4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悠悠，有些事情是时候该放下了。你是不是觉得我还没有放下？从医院出来之后，你对阮碧的事情只字不提，我担心。因为我想通了，就不急了。5年前，你把我救起来，送到阮碧那里时，他曾对我说过，复仇不是人生的全部。我当时嘴上答应着，心里可不是这么想。就像风筝一样，那个复仇的线就是我的全部。不过经历这件事情之后，我反倒想通了。阮碧她那么恨我爸，把一辈子都搭上了，到头来又得到了什么呢？不过是被仇恨毁掉了人生罢了。一个人在仓库的时候，我想了很多。我不能像他那样，我可比阮碧幸运多了，因为我有你啊。就像现在这样，没有了那根线的束缚，平平淡淡的，多好。阿姨，您放心，我和祁东一定会像您说的那样，好好的生活下去。不管你想去哪里，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的。只不过，现在有个更重要的人，该去见见了。你好，你好，请问尤震在哪儿啊？哦，尤震呢？刚才护工还带着他在院子里散步呢。护士长，哎，护士长，不好了，我就上个厕所的功夫，尤震就不见了。不见了？啊，不好意思啊，我们马上去找。你别着急，他刚离开不久，肯定走不了多远的。我们分头找。好。爸！尤震！尤震今天来过吗？没有。爸！来宁海工地。阮碧，
我爸呢？你不是很恨他吗？为什么要来救他？我不是你，还一个人就把他毁掉。你错了，我爱他，我很爱尤震，很爱很爱，至少曾经很爱。虽然我跟齐兰是好闺蜜，但是我一直很妒忌她。她长得比我好看，家世又比我好，我在她身边，我永远都是一个背景板。当初是我先喜欢上尤震的，没想到他先去给齐兰表白了。这么优秀的一个男人，他本应该是属于我的。后来，他们俩结婚了。尤震的事业越做越大，我更妒忌他了。而齐兰，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两个人聚少离多，互相埋怨。我知道，那个时候，我的机会来了。后来我怀孕了。就在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尤震的时候，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阮碧，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我只有一个女儿，那就是游游。尤震，我们已经结束了。他跟我说，他要为了你回归家庭，最后还导致我流产了。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安国轩找到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让尤震死。尤震曾经跟我讲过星耀的经营情况，我可以帮你们造假，做出星耀财务亏空的证据，然后嫁祸给尤震。那我要怎么相信你已经放下对尤震的感情呢？这个是尤震送我的，我会用我的实际行动证明，我对他只有恨。不过事成之后，我要星耀30%的股份，这是尤震欠我的。成交。星耀集团啊，本应该也有我的一份，但没想到安国轩那个王八蛋，他出尔反尔。现在齐兰死了，尤震落马了，也是时候该兑现你的承诺了。这里有500万，还有这个胸针，留个念想。什么意思？500万，不少了，你也就值这么多。不然，你想和齐兰一个下场吗？哼哼。我恨安国轩，我恨尤震，我恨齐兰，我更恨你。现在齐兰死了，安国轩生不如死，轮到尤震了。还有你，我爸到底在哪儿？你爸在哪？你爸在哪儿？你可以救得了背叛家庭的爸爸，但你却害死了爱你的妈妈。害死我妈的人是你，悠悠。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就不会抛弃我，我也不会去找齐兰，齐兰也不会死。是你害死你妈妈的，是你，悠悠。你这个杀人凶手！其实当时我是可以救你妈妈的，
我的孩子呢？他不能没有妈妈。妈妈，我到现在也忘不了齐兰看着我惊悚的眼神。他说让我救救他，他说他的女儿还小。我看着他一点点的力气，然后坠落。放了我！我是很想放手，让你粉身碎骨，可是我答应过祁东，我要好好生活，我要重新开始。我已经有了要守护的人，所以我绝不会放任我的人生因为你而被毁掉。为什么要救我？我救的不是你，而是我自己。我去救你爸。啊，干妈宝宝，好乖。完毕以后就是瑶瑶的干妈啦。瑶瑶叫干妈。哦，妈妈抱抱。乖乖。掌心中伤悲，如星般破碎，璀璨的爱，为了阮碧现在至少面临3种指控：杀人、非法拘禁、经济犯罪。不过，从调查取证到起诉的过程，肯定是非常复杂且漫长。也就是说，短时间可能会没有结果。不过好在，坏人终究是逃不掉的。换句话说，你彻底胜利了。高兴吗？远没有想象的高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一句话：复仇不是为了死去的人，而是遗留下来的人的自我满足。这一刻，我彻底放下了。你爸已经送到医院了，走吧。走。玫瑰，我要种玫瑰，玫瑰。真没想到，你爸身体还挺硬朗的，这才过没几天，身体也都恢复了。你不过去看看他吗？我就不打扰他了。他口中的玫瑰，是爱是恨，都已经不重要了。就让他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又有什么不好呢？
紫色的玫瑰。好。你还记得吗？15年前的今天，我们第一次在这里相见。我想起来了，难怪你的电脑和密室的密码都是0721，原来是我们初见的日子啊！远远不止这些，我连手机密码、银行卡密码，所有密码都是。对了，就这么把宁海广场交给下面的人看着，能行吗？你怎么3句话离不开工作？是谁说的要完成妈妈的心血的？我说的。现在宁海广场也步入正轨，等着竣工就完了。你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好陪我。嘘，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什么？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天开始，从你勾起我手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这辈子注定会被你套牢。这句话怎么似曾相识啊？你什么时候准备的？从认识你的那一天，从你勾起我手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这辈子注定会被你套牢。我说那句话的时候，是认真的。悠悠，嫁给我吧。No, I wanna see you smile when time is not slow. Walking beautiful as brilliant flowers grow. Now I wanna see you soft, many as I sure that I will be the only one to you. Every day be with me, oh baby. Every night hold me closer, baby. I'm not forgettable.